他为什么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？你就这么做事了？对不起，袁编导，我再重新沟通一下。去啊！这是什么？当然是 B 组的拍摄计划了。我不同意。于编导，前期的采访准备中，你并没有从老师傅身上挖掘出任何有价值的故事，这就意味着你整个拍摄内容可能会整段垮掉。为了节目看点，进行适当的艺术虚构是必须的。我想你身为编导，应该能理解我们和纪录片的差别吧？当你无法找到看点的时候，你得学会制造它。我才是 B 组编导。这期的主题是我在把控，非拍不可吗？我希望你能顾全大局，好好配合我，尤其是在你提不出任何好创意的时候。好，那你自己拍吧。王姐，这次 A、B 两组都是由佳音姐统筹，但是现在她人还在苏博，那边可能会有点问题，但是她解决完就会赶过来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歇会儿吧。好。我带他们去参观娘娘墓出土的女金棺，他们也不感兴趣，就盯着清宫后妃的服饰猛拍。他们要的是美丽夺目的旗袍，真正的目的啊是讨好女性观众。这我都看出来了，你还能没看出来？陶教授，那我先走了，辛苦了。陶教授，可以跟你聊聊吗？袁编导，进了苏博就要拍出苏博的特色，苏州独特的园林式建筑，巧夺天工的缂丝和苏绣技艺，独具风雅的明式家具，还有上至远古下至明清的历代文物，你们都有好好拍了吗？陶教授，观众要看文物可以进博物馆，他们要了解工艺流程可以去看纪录片，可是节目还是得有可看性的。您拍苏州园林、拍明式家具、拍墓葬出土的文物，那些画面能比拍旗装和首饰更漂亮吗？节目要点击率、要话题度，要对投资方、广告商负责任，我非常理解。但是进了博物馆拍摄，就必须要尊重这里的文物和历史，尽量在文化价值和娱乐价值之间找寻平衡。一味迎合观众的审美取向，最终会被观众的需求绑架。等你没了鲜明的节目特色，第一个抛弃你的也是观众。陶教授，言尽于此，请你自己斟酌。今天该配合的我已经拍完了，再会。陶教授，陶教授。喂，我要换一个专家。你要换什么？我想换一位专家，要听话的。能听你话的那就不是真正的专家，那叫演员。好了，我相信你会处理好的。哎，我这出戏有演员就够了。民国旗袍以阴丹士林布旗袍为国民装，各个社会阶层作为最普遍的日常装来穿着。真丝面料旗袍因其柔软易脱丝的特性，在对裁片进行缝制前，面料的边缘需用传统刮浆法进行固定。熟练地掌握浆糊的粘稠度和刮浆的方向，确保旗袍边固定妥帖，才能让缝制的过程得心应手。刘师傅，咱们脸上可以带点感情啊！啊，什么感情？林太太不是裁缝铺老板的女儿吧？你们的感情肯定发生了很多磨难吧？什么磨难？谢瑶，请一下。刘师傅啊，您说过家里都没人了，一日三餐不济才来做学徒的。那老板舍得把女儿嫁给你吗？哦哟，那你就不晓得了。我师傅一共有4个徒弟，阿拉是最勤快了。别人都经常回家探亲，阿拉就住在店里认真学。
我师傅对阿拉那是喜欢的不得了的。这门不当户不对的感情，那会受到父母的阻拦啊。哦，那是什么年代？劳动人民最光荣，我们都是无产阶级，不讲究这个，不讲究。那你们之间就没发生点感情波折？你看，我们不是青梅竹马吗？您看是这样啊，我们的拍摄呢会补一段你们的感情故事，就比如说你们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受到父母的阻拦了，然后无奈决定私奔。不可能的，那个时候连饭都吃不饱，没有力气私奔，奔不了，奔不了的。怎么奔不了呀？那艺术创作嘛，创作需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是讲编故事是吧？啊。哦，不来塞，不来塞，阿拉编不了的，编不了。你先前怎么沟通的？我不是让你把整个拍摄计划都告诉刘师傅吗？他为什么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？你就这么做事的？对不起，袁编导，我再重新沟通一下。去啊！佳音，过来一下。佳音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个职务叫编导吗？你真以为只是确定好拍摄方案，指挥一下采访和剪辑吗？策划看点、立好人设，这都是节目很重要的环节。狗血的冲突会影响节目的口碑，我当然知道了。但是它的收视率好啊。陶腾给我讲什么文化价值，你是不是也这套说辞啊？我说的不是这个，你为什么那么焦躁？我没有啊。你有不有？难道我心里不清楚吗？佳音，收视率我自己会看着办，我也不反对你戏剧构思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冷静下来，好好想一想，你现在在干什么？你看看周围的人，都被你的情绪给影响了。再加一点内容，这样整体会更丰富一些。哦，就是内容不变的。加一点。我明白明白。好的好的，你放心，我配合。好，谢谢您配合。好。我差点被于再造绑架了。被他绑架了？节目是要挖掘人性和故事，但这就跟写日记一样，不是每件事都有值得被记录的价值。可是节目每期都要拍，挖掘不出好故事的时候，很容易被逼入绝境。你就像放弃拍摄的于再造，我也同样走入误区了。放心吧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我相信你。各位注意一下啊，咱们今天的拍摄可能需要调整一下。到目前为止，您和刘师傅打交道是最深的，我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，咱们的拍摄计划要怎么调整？终于想起我来了，